全世界只有2030年氢能碳排嘅目標，其中有一項愛達到嘅 KPI 係愛發展天通運氣。但像在台灣接看到嘅天通汽車、天通奧多拜、天通商場等等。20年內，紐西蘭同歐洲各大都市未獨獨嘅開放嘅天通溜板車，因為民眾愛短期嘅使費就做嚟減少碳排放，甚至又有共享嘅生理合作。不過通權也按現實嘅東西，一下拖台灣法規嘅限制下，實發展唔得。像做嚟拖大學嘅教研，冇超貼天嘅素材用，係講拖一般嘅路項溜，嘅是有可能會本人發咯。索傑嘅天通溜板車同嘅路項來來去去，享受溜來溜去嘅滋味。同歐洲紐西蘭地區同路項有看到想做就做得做，也係多年愛去圈圈嘅所在，全部用到嘅交通工具。做車嘅班車因為當好操作，所以打開專屬嘅 app， 掃描額頭前一台車項嘅 QR code 就做得揸嘅。呢度愛去嘅所在，最莫停同 app 項畫紅線不准停車嘅地方，就做得煩呢。甚過幾隻頭擺起一槍冇馬藝術。是真的只能在人行道上行。上來係難出問題嘅喏，原來喺度騎到班單車呢 GPS 信號會見偵測，所以騎到從學校車頭一條貼天嘅路段，就會同直通高速，就驚發生危險。天通溜板車睇睇是全國起地人行途，也係正常途項。另一行拖項騎天通溜虎車看起來非常嘅利便，不過其實同歐洲紐西蘭每搭就主都做得按呢自由嘅嘢。紐西蘭目前關係天通溜板車經歷，同奧克蘭基督上嚟嘅所在都做得自由來騎。甚過啲歐洲設立注定上騎地度係不准騎嘅，布里斯班係位置開放，每一步面試係第幾次。布里斯本這裡，我們的這個基礎建設對行人，特別是有這個障礙的行人，相對的友善。所以說 e-scooter 在這些這個人行道上面，反而是相當的順暢。It's an interesting difference actually between the different cities, and with those micro-mobility, what you see is different councils, different local areas, different governments tak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based on what they think is safe and what they think is suitable for their towns and cities. 同歐洲專門賽天通溜板車個自行車嘅 app 項做到看到，其實同設立做上去，做到講都看冇天通溜板車，一年年就會認真呀，出睇有人行途，係個自行車同嘅關係。規個設立做上去路條狹，係個造成嘅交通亂象都亂嘈嘈嘅。記者咪觀察到歐洲紐西蘭幾隻都市，接會看到一台車項有2-3年，也係後備停車嘅問題，甚至有的車會本人跌頭路順，影響人行路嘅權益同使用。I think it's actually a disadvantage because they litter the streets and people don't use them properly. They harm people that are just walking on the footpath. No, I think it's convenient, especially in city. I mean, people can use i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place. So that's really have an advantage. But of course, I mean, there must be some regulations when you are actually driving these scooters. 就講認真天通溜板車造成很多嚴重意外，歐洲政府部門現時啲各大都市次，而且復實際起冇有乜嘅問題。Sydney has taken the position where they have done some trials, but really they're waiting and to see how it develops in other cities. So ones like Brisbane have gone much further in terms of e-scooters, and lots of other towns as well. 比如說合適的這個時速是25公里，那它在路上它是可以跟我們人行步道共用的，就是這一些細節方面的，那它跟行人出現糾紛的時候要怎麼處理？這個我們當初都有這些數據下來，那我們也是把這些數據交給州政府、州的交通部門，讓他們能夠研議出一套新的交通法規來。無論係上下班通圈，也係土都市老標，共享天通溜板車有益有利便。所以制定各地交通法規，讓數溜來溜去親密嘅同時，未必環境減碳，做到貢獻。
同澳洲同纽西兰亦都是基建做得同样的天通溜板车去到嘅路項，只唔過到台灣就現行嘅道路交通法規，也條天通溜板車是捐過到工業，冇就會剛剛有了起空氣同學校地度來起。会覺得在校園裡面有這個電動滑板車是好事嗎？還是說？會，因為我覺得我們學校太大了，對，所以而且又就是上山下山有點不方便，然後又就是走路又很懶。哦，我觉得在清大很方便，是因为清大在坡上面，就是交大在平的，清大在这个斜的，所以上去很方便。尤其遇到體學教研發爺爺，網拜等時都會去上茶落熱土，不過希望讀到上家下家，還愛用力間實在強甜嘅。不少天通溜板車就變咗學生嘅熱電效嘅交通工具。說真的，台灣的道路環境，我們從行人的角度來講。已經不是很好的體驗了，所以我們一直在尋求有沒有一個是更輕量的機動移動的模式。那後來找到電動滑板車，在校內推廣的那個反應，其實你會很難忘。2021年立法院成功通過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同經營行通引起隔熱慢車規範。雖然屬前地方政府看各地嘅情形去安排，不過現時還冇一則演示制定嘅相關方法。離合法上路，搶查一部電梯，讓他們影響到一同入閘投入嘅意思。我覺得最關鍵的應該是說，台灣的法規它畢竟是限制不可以上路。對於國際業者來講，這是一個我需要花費同等的人力去做的投資，但是我整體的回報規模沒有那麼大。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能就會放棄或者說暫緩。考到法規有強發生交通意外，現時天通溜板車係檢出學校嘅，我入站未有設立一套保護機制，係講學生一騎天通溜板車出來，唔但想發出嗶嗶嗶嘅聲，警告佢，甚至還會同佢降低速度，唔會這個本意去嘅。第一個是避免。那我們在避免上其實也花了蠻多的心力，包含說在活動的宣導上，跟學校的新生訓練的合作上。當然，我們的 App 裡面也做了很多防範，包含說我們有一些電子圍籬的措施，避免使用者上到一般道路或比較危險的道路。中港縣市政府係你對天通溜板車嘅安全有義務，如果係你要將係高雄幫你提起一啲素材來處理，而獨特嘅鐵道也稱反駁交通流行。台北市交通局、桃園市交通局，然後近期有高雄市交通局，其實都有找過我們一起去做了解跟評估，各地縣市政府有沒有適合拿來做示範區的地方。那我們就是以小型示範，然後穩定運行之後，市民大家都已經很熟悉這樣子的服務，之後再去慢慢的擴大。台灣輕型載具能不能上路，並不是因為電動滑板車與否，是更大的整個交通現況，或是路權整個分布，或者是整個道路設計的問題。如果腳踏車也可以，我覺得電動滑板車其實跟腳踏車的性質並沒有差異到這麼的大。長橋線6年交通發展，一度先進國家都想去做立法來規範。針對台灣天通溜板車嘅發展，應該入站嘅希望政府部門做得對道德嘅基建都行到頭前。加入去到2056，前人攤牌目標。